1斤精米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1斤鱼干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细柴10斤当1筹，走吧。1斤鱼干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生米当2筹。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，小人失礼了，官人莫怪。这是在接纳人犯？回官人的话，这是州里下来的札子，捉拿从逆的贼人。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逆的贼人。官人有所不知啊，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，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油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。幸好啊，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，这才揭穿了身份，连夜逃亡了。如今这县里、州里都下了严令，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，明正典刑。让开！劳烦了。又有心事了？没有啊。我阿娘说过，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，有时候比针笔还要小。平日里话说的好听，什么男儿胸怀四海，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，便家产不清了，问了也不说明白，最是可恨。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，本也是凤毛麟角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谁是你岳母大人？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，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。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你才是货呢！哎，海风吹着最是舒爽，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，我先回去歇着了。哎，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，却不是为了瑜伽那番话。不是吗？我看他说完话之后，你就神思不属的，我还道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。哪有什么忌讳啊？我生在王侯世家，自幼锦衣玉食。我以为的太平年，和那瑜伽以为的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有些心思，却不是为了瑜伽那番话，而是为了米价。米价？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，学名唤作米绸。想要去买米的人，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，再拿着米绸去买米。一片米绸能买1升糙米。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，杭州鱼米市上，1斤鲜鱼还能买得5升糙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得2升了。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在忧心。可是，这5升米、2升米，这差在哪里呢？差在哪儿？差出一个太平年吧。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，传下一句遗训：不书于竹册，只传诸子孙。道不过3，东南自安。古过于武，正猛于虎。说的就是米价。大唐太宗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的米价约5文10升，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去年15文还能买得5升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2升了。这便是苛政横行，其势如虎。
子潘，老师，路上仔细些。学生遵命。宁海人祭拜。别看了，白纸无字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，白纸相招，本人没来，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，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，要当面相告啊。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。嗯，你真的看清楚了，里面只有一张白纸。卑职看得明白，那封拜书从未封口，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，信封上只有5个字：宁海人祭拜。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，特意用火烤了烤，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。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郎君，怎么了？郎君，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，名字叫沈银，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，乃是吴兴沈家人。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。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，自己却被抓了。正是，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。之前他已经暂署了睦州知州，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，先是贬为台州从事，而后又贬两级，做了宁海县尉。这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进城了，造访县学。是，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。太守，都下去。太守，若是此刻陈曦就在县学，那我们慌什么？待不可坐以待毙，你即刻赶往县学，陪着水秋与九郎君，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县学崔仁济，万万不可让他胡说。还有这个，到底发生何事？据本县民府和本州太守所言，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。一派胡言！几年前的案子，若是真的牵连其中，何苦拖到今日的？身为应天司主簿，久秉入流，却生遭州县、应天司联手追杀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吴越不是中原，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？因为此物，这是秋父纳凉的直器。是。重点在此处。开运4年9月辛卯。9月。可现下是6月啊。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，应该落下6月的脚气，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。9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。这张直器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，唤作
先征后量。先征后量？以两税法，秋赋纳粮，先量后征啊。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量。是啊，这样的直系，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，那吴越之地，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远了。郎君说得对，所谓先征后量，乃亡国之政。宁海县令高旭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公。下马，退后。本官乃宁海令。这位兄弟，如何称呼？军务在身，你不当问，我不当言。是本官来到孟浪，劳烦兄弟通禀则个。诺。让你的人扔了器械，蹲马路两边去。去年夏秋两季，明州、台州、温州3州连遭4场风灾，大王颁下明教，受灾3州减免2岁2赋。所以，就是说，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，也不该有这些直器。可惜啊，若是陈主簿还活着，这些直器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、内外沆瀣、忤逆上旨、欺虐申民、贪渎聚敛的铁证。可惜他死了。死了会怎样？人死了，那这些直器就成了孤证了。如今市设一个知州，一个营田使，一个县令，就光凭这些，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。这位陈主簿，怕是没想过能够即刻拿人问罪，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，交由相府看问处置。陈兴临死之际，只点了程昭岳的名字，那就明摆着，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。一旦揭开盖子，怕是要朝野震动。陈昭岳一介商贾，在地方上没有根基，反倒是信得过的。若我是这位陈主簿，我也会这么想。水秋公是国中重臣，可以直奏大王，奉教提调此案。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，在王都打个来回，拖延个3、5日，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。区这些直系，就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学门口，足以见得他们已是图穷匕现、急了眼之人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有这么3、5日的缓冲，再有什么样的首尾，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怕是到时候，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。水秋公的意思是，若今日去查，便能查得出来。今日去查，以人名义啊，就凭这区几张直器啊，干涉地方内政，名不正言不顺。你们以贺真旦氏名义发出的文札，对他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。不是死了一个营田司主簿吗？正经的朝廷命官啊，以这个查也不行吗？我问你，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兴之死与周之的政务相干呢？况且，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，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？人家还不让你去查呢。
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，沈高等人反咬一口，平牌还落人口实。来日，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案子，就没有了机会了。你我获罪是小，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，撕开了这种。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？在。我们带来200人，留下100，护住学宫，另点齐1督兵马，由你一提提调，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。敢问郎君，此时进城，所谓何事啊？逛街。事机紧急，其他的也顾不上了。水秋公、三哥，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，管他有事没有，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。我陪你去。没有实据，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，形同造反谋逆。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，也不可饶恕。九郎，不要为难自家，也不要为难大王。在宁海县衙做反，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做反还难吧？九郎，你想好了吗？当然，水秋公是国之重臣，不能胡来。于炸子，无法。下官宁海令参见。哪来的阿扎泼皮？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！九郎君，下官宁海县还不与我拿下！九郎君，将这厮捆了。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，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。我自己来。郎君，此人无礼教训您便是，若是伤及性命，回去王都是要罚贵奉仙堂的。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，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？郎君所言极是，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，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？拖走！这。认得我吗？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应该知道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今日之后，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。随我回到黄龙岛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得你自家选。我给你1个时辰，若是想明白了，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。前后左右围住，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。诺。这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闯宁海县署？放肆！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，检校司空，镇海、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
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，尔等宁海上下官佐辽众，还不速速出营？下官宁海县城秦贺拜上大将军。下官未得周中牒闻，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，有失迎驾，还望大将军恕罪呀。大将军有谕，不知者不罪。秦县城免礼。谢大将军。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？请大将军。哪里来的大将军？太守。某只闻，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，检校司空，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，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，右卫大将军。阁下便是九郎君？你这话有意思，难不成你才是九郎君？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，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，便不得在此喧哗，搅扰县属，干涉地方政务。这等事体干犯国法。这些人异于行刺，还不与我拿下！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，诸事尚且不明，此时为难他，没有意义。无妨。九郎既然拿了他，此事就万难善了。索性吓一吓他，说不定啊，还学收获。郎君，全在这儿了。你那边如何？找得到吗？张某蝴蝶都做得很平，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怎么办？天亮无事，便问行谕。秦贺，下官在。今年以来，县属所至行策何在？这是这2个月的吗？是。此案人犯，现下何处？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，这目下人自假号监防在押。我今日来，正为此人。你是沈岩？你是九郎君吧？你见过我三哥？今日在此的，若是西安侯，当是台州人之福。旁人提起他，不是孙逆，便是孙树人，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。倒是你，还记得他昔日爵位？郎君如何称呼他？他是我三哥。如今还是？有些事万古不易。郎君能有此心，足称至诚君子。
方才沈君说，若西安侯在此，当是台州人之福，此言何意？郎君今日为何而来？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。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。既知道，有何打算？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，看不出毛病啊。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？我当然能看懂，我只是看不破。看破其实不难。郎君看不破，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。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。想好了？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，我想得好想不好，有什么区别？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，其实并不难破，倒是破了之后，才是真正的为难之事。那又如何？事情再难，总要有人去担待吧。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，我不担待，难道真的让九郎，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，去担待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虽不爱惹事，真要事上了身，却断不肯躲事。大王明教，捐免台州5县2年的粮赋，明面上谁也不敢违无剿命，提前收上来的秋赋，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。然则，官府征赋，总要有直契为凭。直契有啊，但不多，有个10-20张，要拿来做凭据，远远不够。总是要访遍民间，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。台州有5个县，得收到1000户以上，才好在朝堂上说话。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契，怕是连1张都很难收回来。郎君能收到10几张，已是不易。这是为何？直契自然是有的，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契为凭，谁还肯纳粮？只是眼下这直契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。不在民户，被官府收缴了？强行征缴，立时会逼起民乱，他们可没那么蠢。郎君，可否查验过县属存证的代契？代契？民间代子虽多为两厢情愿，与官府无干。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，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具结明契，以为凭证。去找那个姓秦的县长，让他去拿入夏3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。来，搞。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啊。这等落下实据的文字，自然不能有。他要认真的查起来，得多少颗脑袋落地。郎君且看仔细，这些代契中的请代人，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，关键在这放贷人。镇东军台州营田使，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。障眼法而已，军屯存粮事关国际，没人敢动。这营田司
只是做保的充人。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，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。外州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贷子，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虞，自然不肯轻信。可若从中出面拒民的是营田司，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。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，便是营田司主簿。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。便以我家为例，无心省事，纵是大族，毕竟根基不在宁海，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贷子兼并田土，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？台州营田使杜浩。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。依崔博士白日所见，高旭是功臣子弟，沈从约是地方豪族，杜浩是胡令公内弟。宣贵、豪强、袁荣，这块石头扔下去，掀起的是滔天巨浪。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，秋粮未收，民户无粮可拿，营田司便出面放贷子。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，便可从营田司贷出粮食缴纳秋赋，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夏岁。其实营田司也只是个门面，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，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。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，其实也并不入账，30%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，3%归营田司军屯粮库以济军功，剩下的4%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。如此一来，州县官吏得了实惠，营田司得了军功。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，他们以60%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，而那些请了贷子的，至少有1/3来年还不上利钱，要么借新账还旧账，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田土。可我吴越国怎么办？民户背了债子，甚或失去田土，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？郎君想明白了。那些直契到了放贷人手上，怕是拿不回来了吧？台州5个县，营田司、豪门士族，他们如同一张大网，这等掉脑袋的勾当，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，这张网它织得起来吗？此事大抵如此。刘元琛，末将在。大川那边不要留人了，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。诺。不能再等了，台州营田司设在海油镇，快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。你可是想定了？没有教民在手，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。但是营田司不同了，它是军务。认真的说起来，九郎和我是有便衣行事之权的。你们过去，县学这边我来坐镇。九郎已经把握了县数。营田司那边，我亲自跑一趟，不要再做揽事了。
你就坐镇县署。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呀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沈从约屡任州郡，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呐。要是没人震慑大局，说不定啊，会被他去了空子，翻过身来。临行时，我与真娘交代了，我若不回，便是七哥亲来，也不能把沈从约提走。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、大元帅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，速速打开营门。末将镇东军台州营田使杜浩参见太尉。拿下！诺！太尉，太尉，这是。水丘太尉，末将何罪之有？杜营田稍安勿躁，待我勘验完毕之后，自会还你一个清白。末将无罪，内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。我知道，你是胡令公的内弟，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。令公深知营田忠心，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。封住营田司，书房前洋房，没有我的军令，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。诺，随我来。太尉，太尉。杜浩在台州所为，胡令公不知情。我也是依常理态度啊。这杜浩需要军功，胡令公3朝元老，名位已极。军功啊，早就赚够了。即便是秋田问社，也当是在他老家湖州。台州的事，他管不及，也未见得愿意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办了。好办。胡令公3朝元老，位极人臣，在军中声望卓著，便是6哥身为大王，也不好苛待功臣啊。他若不涉及其中，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？与郎君之间，案子揭开了，这件事就完了。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，必不会出此言。一共有多少？一时还来不及记着。临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、宁海，5县印鉴都有，总数怕是有7、8千户。7、8千户，7、8千户，那便是10几万人，上千顷良田啊！台州5县，共计户口17867户，登册的田土43216顷，又32亩3分。若是40%的人借了袋子，便是6000户，那可是7、8万人的生计性命。我家六叔高明甫、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，竟东海之水，难以尽其恶。可高家、杜家无心审视，数百年的妄作，即便是全都砍了，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。砍完了呢，这事就完了吗？已经请了袋子的，他们的约期作不作数？若是不作数，这个窟窿谁来补上？营田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，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。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作不作数？
约期上许下的利钱作不作数？若是也不作数，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？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，自然应由官府来补。郎君，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？本岁秋布，以每亩田除息300斤稻米为计，1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。台州5县合计54万又200斛的稻米，郎君，那可是一座米山呐！这些稻米，在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不管你们去买、去盗、去抢，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斛稻米。诺，义父，义父不懂规矩呀！啊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义父这……哎呀，相府那边今日是养大餐当值。回义父的话，这不是相府的书文，是台州的急报。州县文书就该显摆相府，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。大王，告诉杨氏，不必再催人来问了，顾今晚都过去了。诺，老奴这就吩咐出家起火。饱了，大半夜的，弄得都不得安生。做不过一碗老米粥，些许半食，哪里会累着他们呀？有事。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。联衔？是啊。传齐郎君入宫，还有2位相公。怎么这个时候来传？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。此时3刻了，宫门下月，外臣不宜入宫的。大参乃是当朝国丈，王室妻礼，算不得外臣。西府公卿，大王还召了谁？回禀大参，大王还召见了养大参与七郎君。宫内有人作反？回禀大参，并不曾。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？回大参，亦不曾。大王圣公不虞？回大参，不曾。既如此，贵使回去吧。
请代某奏告大王，待得天明，臣自当循例入宫，问安当之。禀告大王，袁大参回禀，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。حقك تشهد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王，怪臣思虑不周。不干岳丈的事，错在孤。你们一向一餐，阴夜入宫，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，怕是又要涨了。左右都来了，都看看吧。陈兴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有老母在堂，还有个幼弟。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了？诺。不要做公账，从内账里支。诺。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，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，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。诺。沈家大胆！不止一个沈家呀！臣有罪。不干岳丈的事，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？名门大族，10几个房头，枝蔓牵绕，岳丈又不是族长一个人，哪里看顾得过来呀？臣治家不严，纵容子弟劫夺民田，无言在立于朝堂之上。请辞同参大政，以全大王圣德。孤是深知岳丈的，请辞的话，再不必说。族中既有人涉案，循例当回避嫌疑，上一封告病的书文，回去将养些时日，你就会相夫当差。臣叩谢大王恩泽，臣告退。想明白了？这是冲着朝局来的。全都卷进来。什么意思？神、水、游冥、瑶师，5星6星，唯恐谢相，会稽4星，还有临海区市、余杭韦氏，家家有份。还有湖州杨家也插了一手。杨家？杨家3房嫡女是6个正妃。这2年，3位相公相继故去，朝堂为之一空。去年9月，7郎拜相，占了一个位置。袁杨2位大参，眼见着金穗也要宣麻。现如今掀出这么大一个案子，袁大人倒是无碍，可是杨大人就为难喽。这是有人觊觎相位了，你猜是谁？还用猜吗？都令公已经85岁了，相公也做过了，这些年又废了位孙辈，哪还有这样的心思啊？85岁算什么？那一位已经奔90了。
退下。父亲，杜浩出事了。水丘昭劝的奏书递进宫里了。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还那么毛毛躁躁的，何时能稳重点儿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？三代一将，何曾有过90岁的宰相？再细想想，自祖父至相府以来，历6任丞相，眼看着自己的后辈一个个宣马拜相，自己虽然是原从老臣开国勋贵，却只得挂得个君之荣显悠游临下。换作是你，你能甘心吗？若真是他，杜浩的事情，却又怎么说？依着水丘书文中所言，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，万无宽恕之理。养公族人犯法，当必为戴罪。他这边内地作罪当死，难道不一样要上表谢罪？还如何做的宰相？他又不是神仙，如何能算得出水丘与九郎会因海风转播台州？这个杜浩手里捏着这许多职器，与他自家有什么好处？他只是要待时而动。岳丈的拜相教文一旦颁下，循例当3赐3让。若是这时杜浩出手，将这些物证翻讲出来，岳丈此生还有脸入相府吗？九郎倒是立了一大功。这臭小子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见我留这些子孙，别说齐房最不爽利，多少有点娘气儿。倒是这个小九郎，竟然是个有种的。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！颇有些乃祖之风。父亲，九郎君那副使，就是名义上摆设，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，恐怕还是那个水丘吧？你懂个屁！那。父亲，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？急什么？您这考的半生不熟的，我上岁数了，刻画不了。有些娘气儿。你也是九郎，人家也是九郎，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盐。学学人家娃娃，通透爽利，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，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，定得住神。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烦挡着呢，你着个什么急？看着便是。儿子愚钝，不知看些什么。看看咱们那位大王如何处置这些个麻烦。那现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人？处置什么？如此大案，牵扯世家大族，不下10数。从梁府到下面的州、县，卷进去的各级官员胥吏更是不知凡几，更不要说干连着朝中的公卿、执政。此刻是理会这些的时候吗？
是弟弟糊涂了。相府那边怎么办？水丘与九郎何日到杭州？初8日，路上还要再走4天。命同如约，你一道教命。命吏部尚书、潘西府院士吴成代孤行交营之礼。今年正月，你在北边出了事，消息传到杭州，大王打碎了琉璃盏，你姑姑整夜哭泣，10几日里舟返南京。七郎君当殿请命，要率匡武都北上接你南归。老夫奉王教巡阅湖州、睦州、衢州和安国一禁军14件驻军，半个月行程1300里。总之，洪处行事孟浪，举止不端，让2位王兄和姑父姑姑忧心了。九郎如今已是国家大臣，为人行事当有大臣体，再不可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。是，洪处受教了。这一遭也实属不容易，总算没堕了吴越与大王威仪，也算有功。大王还在等候，走吧。还笑？一会儿说话小心一点。啊！哎，听我的吧。七哥，大王有教，洪处贵听。臣恭领大王教命。孤此刻要忙正事，无心育儿之气。奉贤堂洒扫干净，儿子去跪便是。也让列祖列宗和2代先王见识一番咱们吴越前世这一代的英雄好汉。臣谨遵王教。年初，北面传来消息，故险些便要提兵北上。无论如何也要将卿等与九郎迎接回来，使卿等身陷险局，固执过也。大王言重了。台州的事，故意禁止了。大王，是臣的孟浪，误打误撞揭破此事，怕是坏了大王的大局，实在有罪。唉，一群城狐社鼠、虐民之贼，故又有何可姑息的？只是此时实在不是时候。是金陵出兵了。水丘公，据金陵信报，7日之前，堂主明发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督招讨，不是苏州，是福州。南唐李璟即位后，自视为大唐皇室子孙，慨然有定鼎中原、恢复旧都之意。福州成为南唐向东南扩张的关键目标。原闽国将领李仁达占据福州，假意归顺南唐。公元947年，南唐再次派兵攻打福州，李仁达立刻向吴越求援。那李家父子的胆略，便也是那么回事，故意在北面备下了8针席面。可这客人
却只肯到南面吃我伯夷吾馆子里的愉快，图小利而置三军于险地，亏他们还有脸自居金陵，以孙仲谋刘季奴自诩。大王，发大兵绕袭福州，于南唐国力固然勉强，于我吴越而言，也并不轻松。眼下可调之兵，那只有楚州、温州、处决诸都最为便利了。但是作为中军能战之士，至少不能少于8000，缺额4000呐。姑给你补上这4000。大王已决议，调上直、中直、右直6都兵马南下，组建南面行营。内直6都，拱卫王城，一旦南下，西府之内若有昼夜之患，恐怕不能应付。姑还有亲卫都和亲从都，但姑已决议，请姑父入相府拜丞相，总领国中军务。臣请大王示下，南面行营何人为帅？姑意以内衙上统军使参丞相府事养人权为南面行营都招讨，以水丘公为行营兵马都监，征发衢州、楚州、温州镇兵3万，并发内直、新城、武安诸都兵马为行营中军，南下救援福州。臣水丘招劝，谨奉王教。腿麻了吧？没有啊。起来吧。啊，这怎么了？麻了。还好。没事。你这一遭啊，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头。六哥不恼我了？都是同胞兄弟，有什么恼不恼的？更何况你这一遭又不是在胡闹，总归是让兄长们担心了呀。我家九郎啊，也学会做正事儿了。哎，六哥正事议完了，那就劳烦七哥陪我一同向六哥去复命。哎，也不急这一刻，你先去府里休息，明日是望日，功臣殿内当朝复命即可。公事未必不能归私底，规矩便是规矩，理不可废。王兄不在宫里啊？三哥，六郎，是姑错了。承你叫我一声三哥，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。功臣堂上那个位置，我想都没想过。我如今信了。三哥会回杭州吗？六郎错得，吴越前王可错不得。承继大位之后，调阅了两军的密档，这才知30年前是父王负了于大娘子。阿娘早就不在意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如过眼云烟，活着的人要往前看。
三哥，父王当年真是寄厚望于三哥的。可我不想。三哥留在博弈坞，就是为了等我前来，将这些话说清楚的。都是些陈年旧事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本来使团归还吴越，在台州上了岸，我便该回去了。跟着来杭州，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。玉大娘子有何赐教？阿娘说，是父王负了她，看在旧日恩情上，她便饶了父王。可是，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。如今，真娘也已经来杭州4年多了，若是让她没来安置，别说阿娘，就是我，也不会饶了你于九郎。三哥，有何章程，不妨说来听听。我如今姓孙，不姓钱。钱家的事情我管不了，只是婚姻嫁娶，终究要讲个门当户对。汴梁的新朝天子，不是封了九郎，又为大将军开府一统三司了吗？六郎认吗？三哥知道，咱们吴越一向是公示中原大国。如今7郎已经进了相府，8郎也遥领了睦州。作为同宗兄弟，6郎不好厚此薄彼啊。国家公器，也不好任人唯亲。台州的事情，6郎想如何处置？台州的事，六哥打算如何处置啊？今日还未议及此事。事关台州5县10几万人的田土生计，若处置不当，到了秋后要出大乱子。我家九郎出长城啊！不只是台州5个县，先征后粮，兼并田土，涉及明台、温、睦、婺、渚6州的21个县，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。不出事则已，出事便是大事。牵连如此广泛，稍有不慎，吴越根本动摇，塌天大祸，立地小强。只是，这还不是急务。那什么才是急务啊？要兴大兵了。建筑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，若是福州，再俯首于金陵，国家便是4面皆敌。我说南北不能相顾，便是水路，怕也是不得安生。直说吧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大军南下，温州、梧州、楚州与闽地毗邻，却是山峦叠嶂，行军尚且不易，粮秣运转更是艰难。三哥是带老了兵的，当知此战凶险之处。父王还在时，曾与我议过，要对福建用兵，粮秣转运，当以海运为主。此次用兵，九郎会随军。然后呢？大军班师之时，九郎出知大军。出知大军，不是遥领。不遥领。九郎与8郎不同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，只是少了些历练。好，既然如此，
海风之际还有些时日，等到那时，海上之事，有我与阿娘。洪佐，待吴越遣使12州军民，谢过于大娘子，谢过三哥。随军出征，已经定了。这一遭回来，怕是没有之前那般清闲的日子可以过了。你心里要有个数。我又不通兵事，入得行营我能做什么呀？做什么都行。你是宗室，水丘宫也好，养人泉也罢，自然会敬你3分。哎呀，军中将变也不会有人来为难你。但是有一桩事情我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干预军中内务。这一点，七哥大可不必担心。自家人知自家事，弟弟这等斤两，哪敢妄言兵机啊？七哥，我能不去吗？你在京师不是颇有本事吗？一阵节帅太尉，当殿说赐便赐了。那如何能一样啊？那个时候我豁出去的无非是自家的性命，出兵放马的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系啊！弟弟如何敢托大？兵事筹划、军机调度，自然有2位帅臣和诸将担待，也没指望着你上阵厮杀、临阵退敌。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中原天子御口亲封的16位环卫官。你要是连军营都未曾进过，还当什么右卫大将军啊？内衙上统军使同参相府事养人权，可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。尚书左仆射兼领内都监使水丘招劝，可江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。内衙副统军使张宇、赵成泰，可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。与如故。臣等奉教。检校司空马步军内衙都指挥使钱弘处，志性英敏，气度宏深，怀匡时之宏略，报济世之伟才，可特授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权、穆、务、台、衢、楚、温6州水陆都转运使，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、甲仗，辎重公事。臣弟弘处，谨奉王教。官军容使。是。官军容使，不伦不类。他是皇帝，是宗室，莫说一个官军容使，就是做主帅，那便也是做得。让9郎军做主帅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不要说是养人泉跟水丘，就是张云跟赵成泰，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。莫巧廉颇老，莫欺少年穷。汴梁巡使，算不得什么藩难差遣，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，虎踞太原，一观天下，尤其是肯轻易许人的，你们道他是笑话。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3司，右卫大将军，却未必是个笑话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大王想日后让9郎军与宗室的身份独揽，
兵权。60多岁的人了，我看你似是个笑话。